开讲，不管。我们回到角色选择。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新手要借由什么样的方式来测自己是怎样的玩家。那我可以稍微姑且分类一下，新人刚加入的时候会分成几种类型的玩家。新人刚加入的时候，最容易发现的就是这个玩家，他就很笃定的就是要跟你打中段、下段或者是摔中段二折。这种是二折系玩家，他没有在管你的，反正我冲过去就是要干你下段，我冲过去就是要干你勾拳跟跳踢，我就是一直打你的下段，然后一直打你的中段，然后我也没有管你在挡或干嘛的。这种叫做二折系玩家，很简单，浅显易懂他就是二折系的玩家。那或者是有些玩家就是他一直在那边小手小脚磨人，他也没什么移动。我先讲的就是全部都没有在移动全员都没有在 BD， 全员没有在横移动新手们都没有在移动的玩家，他就是一直配那种小手小脚，他也不给你什么大二折，他就是跟你一直在那边小手小脚打中段摸摸打下段摸摸很强的玩家。或者有些玩家就是那种他选一些有够的角色，然后就跟你骗东骗西我只要转一下背后啊，你以为我的背后可以打，好，我就转过来打你。或者是我选卡波拉，我坐下来，你以为就是可以点我师的时候，我要跳起来，类似这种感觉，那种是心理战系那我现在要选3个角色，我选3个角色给建议是新手一开始可以练。那其他角色最主要是其他角色的上限度很低，上限很低。那为什么要讲这种东西呢？因为就铁拳这么多角色这么多角色，有些角色虽然很简单用，很简单上手 ，combo 好用，打得痛，可是上限很低，就是你一直专精玩这个角色，我很专精的玩这个角色，好比说飞鸟，我很专精的玩这个角色，可是它的上限可能就是别人玩三岛家上限可能1000分人家玩三岛家，他练到极限强，就是世界最强三岛家，可是他的分数有1000分，那你可能玩跟那个飞鸟的话，可能就600。因为这个角色它有它的极限在，你懂吗？飞鸟它有它的极限在。那我现在选的这3个角色保罗推荐新手玩家，第一个就是先玩保罗摸个几天，然后或者是诺夫也摸个几天，然后还有冯威这3只，就这3只就轮流摸几天，然后打线上对战。打线上对战，那为什么要这样讲？保罗这个角色很简单保罗这个角色超简单，他就是很干脆的二折系的角色，他就是冲过去就是干爆你的角色。我现在冲过去，我就是要跟你打二折，我没有想什么。所以二折系玩家如果你还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二折系，练练看他。如果你发现你保罗练不起来，很抱歉，其实你不是二折系的。一点都不是在打二折的，因为保罗下段的王霹雳掌，然后可以就是搬运倒地，好比说龙王霹雳掌，那我可以先动嘛，我过去，然后你一收身起来龙王霹雳掌，然后冲过去你害怕龙王霹雳掌，再冲过去崩拳打他中段，好射站立就好，崩拳。然后又冲过去，然后什么事也不做，龙王霹雳掌，这就是二折系玩家。我摆明就是要跟你打二折，我摆明就是要跟你打二折，我没在跟你想什么的啦，我就是跟你打二折啦，来呀，就是跟你打二折类似像这样，这种叫二折系玩家。流氓可以这么说，其实所有的角色都可以这样打，只是投爆率的问题。那我讲个投爆率嘛。风拳66D 耶，你有看到风拳中段，我只是晒你一个崩拳而已66D， 它等于一个普通角色的连段。那再讲一个这个好了，43D， 它等于恶魔人的奈落连段，有没有很干脆？他也不跟你拖时间不用什么指令啊，什么复杂的东西，他也没有跟你在拖台前。我就是干脆的利用我的配招打死你，就是中段、下段
中段。那你会说保罗可以玩得很轻身吗？可以，他上限很高，他的上限可以爬得很高，他可以打得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哦，那这个东西请就是自己发掘一下。那我可以大概讲一下啦。那现在先讲二则系，好，这就是二则系，它以龙王霹雳掌为主，风拳为主，跳踢为主，哦，然后一堆强力中段。为什么要讲保罗投爆率很高呢？59滴。counter 嘛，82滴耶，老板，82滴耶，我没有接连段啊，我就是赛你一个风拳而已啊。因为集气哈，这个集气的状态，全角色4颗一起按哦，会变 counter 状态，可是你不能打，你懂吗？那你一般是不能 counter 的嘛？那对方只要出招变 counter 状态的时候，哇哦，可林 hit 加 counter 一个风拳79滴。有没有很浅显易懂？保罗就是一个他叉叉的干你2折的角色，我就是要打你2折不管哦你会怕哦，老板你会怕哦，来喽，老板来了，然后连段也很简单，看，嘿是没错，保罗就是简单，然后又痛，可他上限很高哦，他首先他可以打一些12伏的雀板。哦，他可以打一些10伏的雀板，12伏的雀板，哦，中段的一些13伏以内的雀板，哦，他雀板很坚实诶，保罗其实雀板能力很坚实，哦，保罗能力其实很坚，哦，谢谢小黎哦，谢谢小黎，那其实很坚实，保罗任何雀板都可以打得很坚实，所以他的上限很高，真的，他的上限超高的。有没有？偏偏就是一些连段，它可以打得很难哦。好比说，哎呀，我的腰杆烂嘞，一定要这样接哦。那为了跟大家讲，它可以接很难的东西，那我还是得接哦。啊，算了，我的腰杆实在不太行。啊，不要浪费时间了，反正就是它可以接一些很难的连段。它可以接很难的连段，好比说什么3个里疾风啊，然后后1、2啊，里疾风的这个哦，它后面还接2个，然后让它漂浮，然后风拳，听起来很肤浅，但也没错，它就是一个简单明了的角色，我就是要跟你打2折，可是我又拥有大量的雀板技。你看，像布莱恩不是那个反转左脚吗？低下段的，他可以用这个打雀板哦，40滴。一般的角色就只能这样子而已，19滴。你懂了吧？他可以打出这样的雀板，然后那种就是一般的那种可能负15啊、16的那种下段挡住，他可以跳踢。那可能那种大下段的，他可以起身2。所以以雀板面来讲，它的上限非常高。然后它有力气也不少，像这个一直出也很烦啊。为什么这种派生一直出取消很烦？哦，很多人讨厌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取消很烦？因为它有中段，然后 counter 很痛，然后一直拼拳嘛。那不是这个东西，还是放出来了。那保罗拼拳啊，它很机车的东西是这个，那个后前移。59滴，烦不烦啊？这个角色哦，然后你想拼拳哦，好比说你想拼拳中了这个，然后又连段了，又开始连段了，然后又开始冲过去，又一直跟你这样子，老板你动不动？收身起来，点拳，下段，那你会怕下段的吗？出个中段，他已经出中段了，那他现在打下段了吗？哇，保罗，如果你是我只单指就是保罗，很简单上手，上限也很高，然后他比较偏向二折系的玩家，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我打2折超强的啦，大家都说我打2折很强，打2折超强的，那我应该是2折系玩家咯。如果你保罗练不好，就是一直跟人家玩，你都输，你就不是2折系玩家。原因是什么？你的选择都是错的啊！你冲过去龙王霹雳掌就被人家挡，你冲过去崩拳就被人家挡打血板，那你怎么会是2折系玩家？原因是因为你2折的时间点都是错的，你就绝对不会是2折系玩家。这样懂吗？浅显易懂哦。因为你觉得我自己应该是2折系的，现在就是想打2折，那我练保罗好了。既然蛇大都这样讲，那我练练看保罗。结果保罗练不好，因为他是大家都公认他很简单嘛，他有赛跳踢啊，他有下段啊，什么都有，他又可以打一些雀板，他什么东西都有。就好比说，再讲个进阶一点哦，崩拳。跑一跑，在这个距离死都不要动还可以鞭尸这家伙可以这样子鞭尸你不动我就鞭你，他很多招都可以鞭尸他起攻能力也很强。台湾最强玩家 TT2， 台湾最强玩家就是用保罗的玩家，包抄我们中立人包抄。老王配保罗，不是只有期待才这么强，因为他就是很干脆的，就是要跟你打2折，他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角色。然后他的雀板能力跟 TT2 是一模一样的，那只是因为他单人伤害很高，那 TT 可能会就是会劝局那些嘛，会让他的伤害下降下修。他单人的时候是很强。懂了吧？那个南蛮像，不是只有期待保罗才这样强 ，T2 保罗也很强。那你会说，小蛇都你在讲，我跟你讲，那个 JD 宁他们来的时候，最快从这就是韩国那个强豪拿下1胜的人是包抄啊，他是最快拿下来的人，从他们手上夺得了1个胜利，是他。他就干脆就是我今天就跟你打2折，今天你不打死我就打死你的那种态度他玩铁拳就是2折系，我就是要弄死你的那种态度，他就是这种玩家，他没在怕什么投资报酬率啊，或者怕被打血板。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一直冲过来打我龙王霹雳掌，那我可能挡住1-2次，你冲过来应该不会在龙王霹雳掌，你有没有在冲过来龙王霹雳掌？对，他就是要折死。好，那我们现在换下一只角色，因为我先浅浅的讲一下，然后我等下再深入的讲一下其他东西我再深入讲一点点。那我们先换下一只俗称的小手小脚系懦夫。为什么要讲懦夫？韩国全是巅峰，对，保罗是新人救星，懦夫也是，冯威也是。因为他们的上限很高，他们的上限都可以拉到1000分，可以跟那种很强的三岛家打。全角色上限最高就是三岛家，因为三岛家拥有全部，因为三岛家拥有全部的东西，还有移动，有移动中攻击状态，然后有很强力的雀板能力，所以三岛家是1000分。那这3只都可以打到1000分，所以我建议新手们就从这3只开始摸，就是轮流摸。我没有叫你一定要练保罗，我也没叫你一定要练懦夫，还有冯威。可是这3只你就是3只轮流玩看，然后去线上打看，然后你就会发现，总有1只你打得特别好，或者是某2只打得特别好，或某3只打得特别好。如果你跟我讲说你3只都打得很好，恭喜你，你这个玩家万年难得一见，真的。我只能说你超强，因为这3只我还是有1只练不好，懂吗？等一下我家的泰座回来了，我把门关起来。好，那我们先来讲懦夫，为什么要练懦夫？因为懦夫很全面
它非常全面。首先它有很多很远的技能，而且很快的技能。哦，它也有勾拳，哦，它也有小下段，还有大下段，还有小中段。哦，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角色。哦，它也有凹康特技，哦，普通技什么都有。啊，凹招也有，然后够也只有一个而已。哦，它够也只有一个，是基本上呢是非常简单上手的角色。好，我们换一下，等一下哈，我们设定一下起身，哦，起身就设个什么，这样就好了。那为什么要练懦夫？因为懦夫还是讲一下我移动篇哦，没有讲到，那个是三岛家后面补充的。我有影片，我有一些影片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有个叫三岛家讲座的，你把它拉到最后面，我会提到懦夫有个东西是这个。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它是下前斜下哦，下前斜下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首先你在很远的距离看到这个距离，哦，这个距离滑过去，起身右脚，安全，懂吗？然后是中段，然后很近的距离滑过去，中段。那我们要讲这个东西很讨人厌，因为它有二方木派生，所以你会给敌人一个感觉，就是你滑过去出了这个东西，那你要想着，第二下上段，因为第二下是上段，有没有？那我就算挡住或没挡住这一下，对手会选择蹲，他就有这种派生，前斜下一，滑过去起身起身左手，对方蹲，前斜下一。那这时候又衍生出一个东西干我不要理你，我不想理你了，你不管跑过来做什么，我都不要理你了，然后他就会出来这个东西，擦皮鞋下颚，擦皮鞋。那这样子的联系下会产生什么状态，你知道吗？请问懦夫在干嘛？你看得出来懦夫在干嘛吗？他一直黏着你耶，你不管怎么走，他都一直黏着你，他就是要折死你，就是小手小脚，然后每一招都是小雀板或小不利而已。他不像保罗那样子冲过去就是血，或者冲过去就这种东西不是，他不是打这样的角色懦夫不是打这样的角色可是他有很多很好用的中段招，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角色，真的，他有很多。连我自己玩起来都觉得看我是不是要转练这一只？真的，我是不是要转练这一只角色？这样懂了吧？那为什么会说帧数型玩家、frame 数型玩家适合玩懦夫？好比说我刚刚讲说保罗你玩得很强，你就是二折系。那如果你懦夫玩得特别强，就是这三只冯威、保罗、懦夫这三只玩得特别强，你是帧数玩家。因为你会想办法把所有的招都压在 frame 数里面，让对方不能拼招，你又可以一直继续打下去，懂啊？你会想着不行，不要让对方拼招我会想着一些东西把 frame 数压在里面久了你就会开始我知道这个东西对方不能拼招这个东西对方不能拼招不能拼招不能拼招。你就会变成一个把帧数打得很好的玩家，就是你，因为你有办法把懦夫玩得很好懦夫虽然有一些很难的技巧，可是那些技巧可以不用练，真的那些技巧可以完全不用练。比如说他的下段连段，他的下段连段，结尾，下段连段。64D Hello 安安懂意思了吗？如果你懦夫玩得非常好，就代表你一定是帧数玩家，因为你把所有的招都压在 frame 数以内，让对方不敢乱动。那你说小蛇不太可能啊？那如果打倒你怎么办？你说我打得那么强，如果打倒你怎么办？这时候要讲懦夫打轰鸣、打红衣远距离。我跟你说，一开始我开场就跟你讲说，他有很多打远距离的招，他有很多打远距离的招，他有很多打远距离的招，他自己也有路径的招。他这个角色很讨人厌他有很多打轰鸣技，像擦皮鞋可以打些许的下段。好比说你下段想横移，就是你现在想横移，我擦皮鞋是擦得到你，
所以他本身天生就是一个，你就算想和你也移不走，懂吗？各位观众理解了吧？他就是一个天生有小手小脚优势，又可以依照福人数的支持下，让他一直来的角色。他不像那种我要练什么构式怎么骗，好比说花郎，我打第一个中段会加多少，那我下一招怎么骗这样。他就是很干脆的，就是跑过来起身1起10，对方就开始他会放第2下，那我要蹲吗？好，会蹲，当不会蹲，当。他就是一个很快节奏的，在短时间内一直用中小下的那个2折，在这种 brain 数一直折你，就是一直折你，然后你也移不开，为什么？他就一直滑过来，我不想玩你，然后你想说不行了，我被打到一 combo 离很远好了，又灌过来了，然后又是加的，然后继续来。我还是那句老话，我这边不要讲 brain 数因为没有意义，新手学 brain 数绝对没有意义。你看很远嘛，那我也不要跟你说什么零距离玩而已，这叫零距离玩，我不要跟你说讲这个东西，你只要跑动中按 RP 就好了，有没有很简单？就是这么讨人厌的角色，就是一直来，你不动，那我继续来，你一直站着是吗？擦脾气，很远的距离你不动是吗？滑下段，滑下段过去，然后蹲左脚，蹲左脚其实也是一招。他蹲左脚的状态跟其他角色是不一样的，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所以他蹲左脚其实是一招，他只有下势跟所有人一样。比如说，擦皮鞋，干嘛呢？这么远呢？他的起身衣竟然还可以摸到人，是哪一招啊？很多起身衣会空身，他竟然摸得到人，他就是设定要打这种东西的角色。他天生就是设定要打这种东西的角色。对，他听起来就是这样的角色，就是我很多都是小有力的，就是只是小有力，不会大有力。原因是什么？他就是这样的角色，懂吗？然后他有中上中下混乱2折，好比说这个是中上，那可能出一发，那对方就会有2发，然后出1发他是蹲中状态。诺夫会变成蹲中状态，他可以出起上，太远，你是 BD 系的，跑不掉，那你是超级 BD 系的，更跑不掉，你知道这招有多远吗？起身左脚，这么远，你再怎么 BD 都跑不掉的，一定碰得到你，然后或者是很近，我又来了，这个东西又来，然后呢，这个东西又来，那又有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有雀板，所以一般就是诺夫玩家不会出。所以一定是出这个，那出了一下又变成这个，又回归到这个地方来中段，然后或者是这个东西，所以他是压福人数的角色。当你诺夫玩得非常好，就是小时候叫我练诺夫，好，我开始练诺夫，然后保罗也练，诺夫也练，保罗也练，诺夫也练，保罗也练，诺夫也练，然后发现都还好，怎么办？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玩家？我2折打不好。那我这种压福人数的东西我也压不好，怎么办？小时候我是不是没救了？所以我们最后要来讲一个东西讲崩威，它是属于没有福人数它有太多东西是不属于福人数的，它有太多东西是不属于福人数的东西，它带有够，它带有够，然后它也是一个上限可以到1000分的角色。它也是上限可以到1000分的角色。那我的声音会太小声吗？观众们，我的声音会太小声。好，声音 OK， 沙米拉。好，当你2折打不好。压福人数也压不好，小手小脚打不死人，都一直说小时候骗人，还说练那2次。这时候，首先因为你有练保罗嘛，那你也有练那个什么诺夫，为什么不叫你们练其他支？最主要是因为保罗是不是有很简单的风拳攻击，就是干中段、干下段，诺夫跟冯威都有。
所以你会有个那种既视感，你的肌肉记忆会有个既视感，就是我记得我练保罗的时候，在这个状况下干中段，通常对方都会中。然后大下段也有，为什么讲大下段？因为它大下段也可以接康普啊，懂吗？大下段也是可以接康普的哦，不要瞧不起冯威啊，它也是可以接康普。那就变成说，你练了保罗之后，你的二折能力就是稍微提升一点点，因为它是二折系嘛。对，还有共同点，那你是二折系嘛？那你开始练小手小脚的时候，要搭配原本的二折系，然后就会变成冯威这样的角色。为什么？我不是讲说他们有共同点，那个滑。正巧的是，保罗也是往前滑，诺夫也是往前滑。冯威也是往前滑，那为什么要讲说冯威是不属于 frame 数，也不属于二折？原因是因为他有构式，他有构式，他有所谓的构式，懂了吧？他有所谓的构，别的东西了，他有新招哦，他有所谓的构式，好比说，出完这个可以转背向，那很多人说啊，转背向要干什么？骗。就是要骗人，构视角就是拿来骗人，它已经偏向心理战系。你说二折也是心理战，对，可是这个是利用所谓的 frame 数跟直接二折的东西以外的东西。因为首先一般的角色就是在立回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概念啊，你冲过来就是要崩拳啊，龙王掌，然后一些东西，因为这个姿态让你有那种固有概念，对不对？玩家们啊，三老家站在面前啊。会追出风，可能会出什么东西啊？那这个角色可能会出什么东西？因为他的状态就是让你会有个既视感。可是他一直这样子，他到底要打什么？你真的会被混淆，你懂吗？懂了，你会被混淆，对手也会被混淆。所以构视角的心理战是比较单纯面的。我就是用这种东西混淆你，你看不懂我，你只要一看不懂我，我就一直跟你玩这一套。好比说，中段、下段，然后下段，然后你就说干这个又下段，然后还是下段，懂了吧？理解吗？各位观众看得懂吗？看得懂吗？看得懂吗？那你说啊，滑过去一样啊，它一样有这种东西啊。他滑过去有二发木啊，你懂吗？那他会怎样？那我就滑过去撞，中段滑过去撞，然后都是小雀，这个反而是大雀，这是小雀。各位观众理解吧？当你会保罗，一点点保罗，你有点二折系的功力了，然后你会一点点懦夫。然后你开始有一点frame数概念，就是我好像觉得这个打这个我可以先动，我觉得打这个我会先动，那我污了这个我可以先动，然后这些连贯东西我会开始会搭配了，然后你觉得都打不赢，那你就练崩，因为它一样可以做到这样的东西，那它一样可以做到这种东西，然后它也有很远的技巧，然后特别的是它还有够，好比说哈哈哈跳踢撞太极，懂吗？抢 frame 滑下段，你看不懂绕跑，或者是你觉得这时候赶快追击我，走开啦，不要过来啦，然后觉得说不行他会撞我，还没完，我还有下段，然后 combo。老板不要这样子，它就有很多变化，它就会有非常多的变化。因为你开始就是最后一个练冯威的时候，你前面大概就是2-3个技巧，就是概念，二折的概念。我有一些二折的概念，然后我有一些懦夫 frame 数的概念，然后我开始有冯威，就是利用一些构思骗人的概念。这时候回归主要的重点，这3支你都练完。我没有说就是绝对的会哦，就是你大概稍微摸一摸，小时候说这个可以骗人，这个可以骗人，那我骗骗看，
啊，我就一直出，点拳，我就一直出，我就一直出，你敢蹲？骗你，然后提，就一直来，滑过去一直来，这样子，我没有叫你把缝位练得很精深，就是稍微懂就好了。可你大概就是知道，就是你的构式有哪些中下段，然后有哪些中下段的快招跟下那个招可以打，然后等一下我会一一讲解保罗怎么练，诺夫怎么练，然后红威怎么练，我都会讲。那回归主轴，我说的意思是，如何自己判定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玩家，就是这3支都练完之后，你发现我好像还是保罗比较会赢哦。当然恭喜你，你就是2折系玩家。这些其他什么小手小脚对你有什么构式，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你就干脆去玩保罗。那衍生出什么东西啊？回角色选择，2折系。有听不懂的吗？懂了打个加加哦，懂了打个加加，打个加号或加加给我看。那么多观众，我打个加加我受不了哦。懂了就打个加加，懂你觉得就是我刚刚讲东西你都懂就打个加加，让我看一下哦，加加，没有加加实在是觉得好空虚哦，人生空虚。我觉得说看我讲那么多，没有人在回应我，全部都在挂网，你知道吗？听音乐。好，有回应。那我讲一下，如果你觉得你2折很强，2折系很强，然后因为2折系的角色有分为，保罗、熊，然后一点点的 BOB， 然后好鬼，然后米盖尔也算哦，然后库玛也算，然后平八也是，平八是很特殊的。对，看起来是同一首构，可是它可以因为进构之后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变化很多，对，就变成他会在心理战上会优于别人。为什么会说心理战会优异对手？因为主导权在我身上啊。保罗算最好上手的，所以2折系的玩家要入门一定是保罗，福连素系玩家要练一定是诺夫，构式系角色要玩一定是那个红威。为什么？再讲那句老话，他们的上限是1000分。你说莉莉也是2折系，莉莉也是带点2折跟构式的角色，可是他上限就是800分而已啊，他没有办法达到 SS 级。这样子解释听得懂吗？听得懂打个减减哦，打个减减给我看。听得懂的人就打个减减 minus。好，大家都听得懂，这样你懂意思了吧？好，再回归那个米盖尔算一点点2折系，可是他单1-2个够。然后平八也是，可是他是3倒加，为什么他是三倒加？他是打2折系的哦。之后我再讲，我会慢慢讲。然后什么 King 也是2折系，杰克也是2折系的哦。King 杰克也是2折系的 ，Gigas 也是2折系的，然后没了，2折系没有了，你懂了吧？就好比说小蛇，我原本就很喜欢 King 我超喜欢 King 的，可是你现在叫我练保罗，然后诺夫、冯威，可是一归类出来，你保罗玩的比较强，恭喜你，你可以专心练 King， 你懂了吧？你可以专心的练 King 的，因为他就是打2折，他很明显就是打2折，我现在就跟你摔跳踢，然后干你下段，来呀、你防御坚强我就摔爆你，他就是这样的角色，他是2折系的角色，然后又暴力，这样懂了吧？你要归类出自己是怎样的玩家，你必须要有办法练出就是我懂了，原来我圈圈叉叉的是那个2折系玩家，你才有办法练 King 啊。结果你打到后面，你才发现，你够用的超好，对，就是你的够用的超好，哈呼呼哈哈哈，你才可以去转什么，就是雷欧啊有够的啊，莉莉啊。然后什么妮娜啊，或者是雷文啊，然后卡波拉啊，然后什么还有谁？花郎啊，史蒂夫，然后小雨这种够很多的角色，
因为你有办法就是把常威哦，我们的冯威哥哦，他的一些构式用的行云流水的时候，基本上这些构式角都不会难倒你。我原本就好喜欢小雨哦，可是小蛇叫我练这3只，我好想练小雨啊！算了，我都听小蛇的话，我练这3只，然后练到后面去，结果你 frame 数压的超准，结果练到后面去，你农夫 frame 数压的超准，你根本没办法去玩小雨啊！就是你天生的优势，你这个玩家天生的优势。然后，那为什么会说一定要练这3只？就是你后来的，就是你觉得说，那我也不想练其他只了啦，我也不想去练什么小雨，你可以专心继续练下去，懂吗？它的上限可以到1000分，就是满分是1000嘛，它的上限可以到1000啊，就不用浪费时间。小生那为什么不说一开始构式不练这2只？这2只就明显的只靠构式，懂吗？懂了。到目前阶段懂了，打个加加，打个加加，让我知道你懂。加加，嘿，就是这样子。有没有觉得我讲的东西非常浅显易懂，可是又带有含义，然后跟帮助？原因是因为我不希望新手一走进来就跳错坑。飞鸟玩家，他是一个属于，就是他那个够其实不是够哦，然后他其实偏向懦夫这样的角色。飞鸟比较偏向懦夫，他是属于压服人数的，然后跟一些状态技。我再讲一次哦，你想练飞鸟，那你就必须练懦夫，想办法把服人数压在。你压得好，你才能凹人家。可以把冯威跟雷欧，为什么我不选雷欧？跟你们讲，再来讲一次。看扎米达，谢谢 follow。再讲一次，为什么不选其他角色？我就只讲这3只。等一下哈塔，等一下，为什么不练风剑人？等一下，你是不是练保罗？有正转滑步，有没有看到正转滑步？他也有没有？然后那个谁，诺夫有，对不对？都有，对不对？好，然后再来讲冯威也有，对不对？那正转滑步，保罗是什么？风拳。强是不是强大的伤害？然后开始小手小脚气之后，正转起身移，干雷欧 GG 了，这个负的雷欧 GG 了，雷欧直接 GG 了，因为他第2下是下段，他直接 GG 了。Thank you follow， 他直接 GG， 请问你要怎么把这3只留练？请问你要怎么把这3只留练？Thank you follow。没有办法哦，这3只的调性没办法5为1谈就是雷欧、诺夫、保罗3只调性不能5为1谈哦，你完全没办法打。请问你要怎么做2者？只有这样子而已，你滑过去只能这样子，然后压不到不认数里面啊，你超不习惯的。有没有觉得蛇大很屌？浅显易懂，真的，我希望就是新手不要跳错坑啊，不要跳错坑。那你说雷欧上限很高吗？他上限很高，雷欧上限很高，可以到850，雷欧的上限非常高，可以到850，可以练它。可是它跟另外2只调性不一样啊，你没有办法一起练。没有办法。那当然当你的冯威玩得不错，优于你的保罗跟诺夫的时候，
请乖乖的去练雷欧啦。你可以直接去练雷欧，因为那有够啊，那有2折啊，那也可以滑步啊。这样讲有没有很简单？陈胜一懂？不，有的话打个加加哦，有的话打个加加。哦，看到加加很好。然后我现在想回答人家的问题，请问我想练风间人呢？当你的保罗胜率跟诺夫胜率是一样的时候，当这2次胜率就是我保罗超强，一直干爆人，诺夫也有办法干爆人的时候，你再去练风间人吧，因为他3岛家就是不归路。有没有？你会发现这4个恩怨情仇的人，为什么放在这边？然后上去怎么会是什么好鬼？然后异美这些什么好像看起来很有关联，其实不是哦，是这几只太哈扣了，这几只太哈扣了，所以被并排在一起。你会发现这3只很近，这3只很近，因为很类似哦。然后这几只也很近，很类似，因为他们也是以康特为主的，他们就是打康特。真的要讲，其实他们是打康特哦，然后开始渐渐的2折，然后构式这样子过来。这4只太哈扣了啦。你说你想练可以，请把保罗跟诺夫练到就是可以打爆很多人的时候，你就说反正我就是赢啊，我就是这样就赢了，然后你就可以去练风间人了。哦，你每天给自己一个目标嘛，我保罗打5场，5场都连胜，然后诺夫5场打5场，3岛家打的是全面的东西。我的3岛家影片有教学，他打的是最全面的东西。那我再花5分钟讲一下3岛家好了。5分钟，我真的很讨厌讲3岛家，因为我不是3岛家。3岛家是只有极限强的玩家才会玩3岛家。对，3岛家很多，整街都是，每个人都想练3岛家，可是能自称3岛家的没有。那有点对不起什么热血小李之类的，就台湾没有真正的3岛家。原因是什么？全角色 plane 数都记不住了，全角色的雀板跟 plane 数记不住，因为3岛家上限1000分，3岛家上限是1000分。为什么它可以到1000分？而且每一版哦，3岛家都可能会有1-2只角色变成1100分，哦，什么1050分。就是那种 S 加或 SS 加或者 3S， 为什么？因为太规格外了，他们不是在规格内的角色，他的每一次滑步可以做出抢不认的招他的每一次滑步可以做出抢不认的招你敢挡，你下一招敢拼拳，你就要吃我的康特那你怎么会说3岛家要被归类为哪一类？它无法被归类啊。那你说要练3岛家要怎么练？好啊，基本功每天给我就是靠个妈的后退步，就是靠到那个可以5-6次，然后风声步超顺。你再跟我讲说你要练3岛家，你懂吗？你想要练3岛家可以啊，那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要很顺哦。我手好酸，今天精神状况真的好差哦，懂吗？然后你随时移动能力都要很好，然后最速风要能出得来，而且有些东西啊，就恶魔人啊，你知道吗？看我一个好妈吉，我今天看他那个直播哦，他又给我做这种事情他给我挡一个那种16伏的下段，他老人家给我站起来最出风，他一挡住他就站起来最出风。请问台湾有几个人打这种东西？都是马上挡到那种20几伏的跑过去最出风啊，极限就这个样子的。或者是挡住一些那种可能那种负16的招最出风啊，你知道吗？全台湾只有我打保罗的风拳是用最出风在打雀板的，我没有在跟你打什么66 RP 这种东西，也没有跟你打前双脚这种东西。全台湾只有我小蛇挡住风拳是跑过去最出风的。韩国、日本每个人都是跑过去最出风。
重点是最后面这一句，韩国、日本真正的三岛家都是跑过去水出风。所以你觉得，三岛家是属于怎样的一个角色？它很全面哦。你首先要移动哦，移动很好，有办法打出很好的追逐风。对，没错，这就是重点。追速风练不起来，你应该说你移动练不起来，追速风也练不起来，不要玩三岛家，因为你普通风你就被人家打112，然后又普通风112，哦，你一直被打雀反你就被吃饱了，真的，你光是被打雀反你就吃饱，真的，就好比说，我打了一个很顺的东西，一个连段过去，对方挡住啊，普通风你就被打雀反，换对方折你。你懂吗？换对方折你了，你好不容易就抓到一个就是可以连续就是压制人的机会，却因为一个普通风，是的，然后被人家打112跌倒，或被什么被打2下就是雀反，然后抢到你的位置，因为我只要打到你，我一定是正的嘛，我打到你，我一定是先动啊，看着，我把那个硬值打开来给你们看哦，僵硬时间显示，请看着，有没有看到？它的那个蓝色很慢恢复吧？是我先恢复吧？看得到吗？它就算不打完你一套雀反，它这样子折你都可以，因为你慢动啊，你不能动啊，或者是怎么打完然后摔你，都是他先啊，都是他先呢，就是我先啊，我摸到啊，哦。那为什么会说他？因为我把他当成对手，哦，对手。LP 一发木本来就是正的啊 ，hit 是正的啊，我打到你当然是我正的啊，有没有？你知道 LP 一发木吗？哦，天哪！ LP 有多强，大家竟然不知道哦！我又按错了。LP 一发木还是我仔细看，几乎同时对不对？其实还是我正义。LP 一发木 +1， 还是我先动。也就是说，下一拳我点完这一拳，对手在我点完这一拳之后，同时跟我拼拳，然后我也是同时间按，一定是我赢哦。 就是我出这一拳，对方挡住，然后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我们两个同时出拳，哦，我就要一直按，还是我赢呢 ？LP 就是这么强大的东西。然后我再讲一下，就是我的三岛家的移动 set。我这样问好了，观众们有看过小蛇这几天发的三岛家影片的人？ 请打加加哦，有看过的人，而且看完的，各位有看完小蛇的三岛家讲座，而且有看完的，请打个加加，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啊，才一个而已哦，哇，严重，那代表说我要重讲。三岛家特别，为什么特别？ 因为通常都是那种，就是因为它会滑步贴到很近的距离嘛，对不对？然后会黏着人哦，双方就是铁拳就是一个双方会黏来黏去的一个攻防战，近距离很严重的攻防战哦，近距离很严重攻防战啊，远距离很强烈的移动战的一个对战游戏。那三岛家呢，在小不利状态下，再讲一次那个移动 set， 好烦啊，我好烦。 讲重复的东西，我是大叔了。好，小不利小有利，不管哦，反正就是我只要不会就是出了一招，然后会被 LP 打到的东西。三岛家会选择thank you follow 会选择后。那为什么会选择后？好比说点拳，因为点拳很强大，点拳很快。那点拳的距离就是，林老师嘞，好难瞧。点拳的距离就是这样子而已。
有看到点圈距离就是这样子而已。有看到空正？有看到空正？点圈距离就只是这样子而已。那这时候就会可能抢不认嘛，那三岛家可能会发生就是这种事情。后坠速风，后坠速风。那为什么会讲后坠速风这种东西？因为可能太近的话，对方太快会打到你的脸。哦，对方如果拼 LP 的话，太快会拼到你的脸，所以你选择后。那为什么会说那对方慢出怎么办呢？对方 LP 慢出，那你坠速风会吃上段，看着哦。坠速风有一个抖头的动作，那个上段打不到。两个三岛家，左边的先出坠速风，左边的先出坠速风，右边的晚出坠速风，相差一点点，右边的会赢，因为坠速风是上段。所以很多人说啊，为什么我同时出坠速风我会上去？没有，对方比你晚出，你出太快了。然后再衍生出大家都会怕 LP 嘛？那请问右边的 LP 在哪里？哦，就是它露出来的那只手。那三岛家就会上横移，然后你可能出了 LP， 那你有硬直对不对？你是不是出 LP 了？对手是不是出 LP 了？右边那个家伙他出了 LP 了。三岛家不会只打这个东西，他会打坠速风。只要看到那个 LP 就坠速风。Hello， 谢谢巴龙哦。风神扑过来上横移，你出个 LP 坠速风。然后说那上横移完之后要干嘛？啊，如果他出途径技，这个风间人不是恶魔人哦，风间人出个途径距离会变成这样子，然后我的恶魔人就会这样子。再来一次。啊，他冲过头了，距离可能会变这样子，那我就会打这个东西。72D， 最简单的都有72D， 最简单都有72D 哦。然后再来讲，我一横移，风神步上横移，对方什么也没出，也没有出点拳，也是在移动。那我看了一下，我会选择后，什么事都不出。可是我在我后一瞬间，我看到他风正，我就会去出风。没关系，我现在讲很慢，我讲慢，我还没讲说那三只要怎么更深的玩。这样子，第一个 set， 对方什么事都没做，我什么事也不会做，我会选择后。那后完之后，看到对方风正，我会选出风。那我上横移后完会选择一次的蹲下，那这次的蹲下我会很快的蹲下，马上站起来。可是在我蹲下看到对方有出招空正那一瞬间，我就会放这个东西，因为我要起身嘛。上横移后起身，上横移后起身，这是一连贯的动作，这是我一连贯的动作。我只要看到对方就是在我后的时候蹲下打空正，我就放那个东西，然后再跑去打一个 combo。然后再风神扑过去上回打一个东西，然后那可能就会说这3个 set 嘛，那小石，我觉得你那么强，你应该会第4个。好，我讲第4个，那我蹲起来后嘛，那距离好再来一次贴近，风神扑贴近上横移后蹲下后，好这个距离，请问我有什么招可以打到他？摸不到。那你说有前双脚啊，小色。第4个 set 你可以打前双脚啊，以前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我发现，因为我们是打移动战嘛，他在前3个 set 都没有打任何东西，我在第4个 set 的时候，在这个距离下，我出前双脚这种途径距不是打自己的脸吗？你懂了吧？就好比说他出了一个东西，他出一个小的东西，在这个距离打不到真的，他点拳我打不到。就是在第4个 set 的东西，他打一个点拳，我打不到。那为什么接地西亚可以？他老人家有办法跑过来追速风，他有办法看到你空正跑过来追速风，懂了吧？所以我不讲第4个 set， 因为第4个 set 对台湾人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台湾人能打2个就很了不起了。那我还有办法，就是一直维持，就是上横移后，然后蹲下，看到就是这一瞬间哦。上横移后蹲下起来，这一瞬间，就是这一瞬间，我都有办法对应。各位听得懂打个加加哈，就是你听得懂小蛇，
的上横移、后蹲下这一瞬间的东西，请打个加加，让我知道你们听得懂。如果听不懂，我就再讲一次，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套用到全角色。哦，听得懂那就好，以后不要有人跑来问我这个东西。那很多人就说啊，三岛家不就是一直封神部封神部然后那种什么封神部取消啊，封神部取消哦，因为这是中段，封神部取消是打中段嘛，哦，打中段还力道实战有啊，或者是直接打中段，然后奈落哦，然后这个打空阵哦，打中段打奈落，那你们就错了，因为最后你还是会遇到三岛家。那三岛家就是封神拳的时候要朝自己的左手侧横移，那就变成说你的移动习惯会变成这个样子，久了你会一点点这个状态。我不会说就是一直这样子啊，我当然不可能一直这样子移动啊，我一定也是调整自己的位置跟对手前前后后啊。在影片上你看到我跟人家对战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前前后后，可是我还是会搭这个东西。一瞬间，那个瞬间在哪里，你知道吗？在对手的前进的节奏中，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他可能会途径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就会上横。我不是在很远的地方一直上横，我是觉得他可能下一步，或者是我的下一步会跟他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就必须上横，马上瞬间判定哦，光连移动都要目视能力。所以你跟我说三岛家是怎样的角色？回归重点，三岛家是怎样的角色？请问三岛，观众回答我一下，你们觉得三岛家要练吗？你们觉得新手适合练三岛家吗？快点，有哪位大大可以跟我讲说，三岛家哇超适合新手的啦，他就跑过去这样子，哦这样子，哦一直跑过去这样子。有哪位大大可以跟我这样讲的？三岛家超适合新手的，他超适合新手的。所以我才说，如果你保罗跟懦夫，有办法完全压制对手，你才有机会练三岛家。因为练到就是保罗跟懦夫练到后面的时候，你开始会有一些移动技巧，你知道吗？我没有骗你，你就会开始一些那种滑步的状态。就会开始一直练一些滑步的状态，渐渐你的那个肌肉记忆跟手感会告诉你，其实封神不没那么难，懂吗？你那两只必须有办法打到，就是因为懦夫就是一个不认输角色嘛。你懦夫的不认输会，你恶魔人不会不认输吗？因为这个东西不会背叛你啊。那你保罗二折的好。中下二折的好，你恶魔人的中下二折也不会选择错啊。这样讲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超一气呵成的？不管你怎么问我都有办法说服你。有不？有没有？哦，有听懂打个咪咪咪哈，哦，打个咪咪咪都可以，听得懂的打个咪咪咪。对嘛？这样有没有很好理解？为什么我真的不要人家练三岛家？台湾没有三岛家啊，台湾只有打中下二折而已啦。台湾真的只有在打中下，我没有瞧不起任何人，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任何人。小黎也很强，热血也很强，可是他们不是三岛家。什么是三岛家？随时随地只要看到你点拳，就送你追逐风，这个叫做三岛家。因为全部都是创造出来的，利用封神部移动，跟目视对手的移动能力，还有自己的移动能力、判定距离的能力、二折能力，打出个追逐风。为什么很久以前玩家这边也有很久以前的玩家吗？就是有长期看过小蛇玩三岛家跟别人对战的。打个加加让我看一下有没有，就是你看过蛇大或小蛇这个人以前玩三岛家跟别人对战的玩家，打个加加让我看。
前几天的不算哦，因为前几天的对手都太弱了，所以阿修看过，那就算了。原因是因为我很容易做到利用移动的方式骗别人空阵，然后打一个追速攻，然后对方突进，我打一个背后扛攻，或者是一直干人家中段，对方不敢蹲，然后一个耐路对方就死掉了。这个是基础的三倒家，是基础的三倒家。我拿三倒家跟韩国随便一个路人打，他按键我就要死掉了，然后我又投钱，默默的选别的角色，因为他们移动都比我快啊，他们每个人移动都超快的啊，我封神部追不上他们的 BD 部啊，懂吗？我的封神部追不上他们的 BD 部。所以我没有办法是一个很好的三倒家。我虽然知道它怎么运作啊，小泽是手残党，基本上某层面我是手残党。好，回归主题，我们的3个角色哦。那我刚刚讲到的是，如果你是保罗，你可以衍生玩什么角色，对不对？Welcome to the King of Iron Fist Tournament 7. 好，先不聊天哦。保罗可以衍生出的角色，就是延伸出的角色，我刚刚是不是都讲了一轮了？那红威就很明显，就是你可以偏向一些，就是开始有一些构式的角色，有构式的角色，有构式的角色，然后有构式的角色。然后有构式，这个没有，那个飞鸟没有哦，李超人也有构，然后最终还有这2只一点点就背向啊，转来转去的、骗来骗去的啊，然后才有这2只，这2只严重，构非常严重哦，然后过来就是极光，如果你对极光有爱的话，建议你就直接练极光了，所有的角色不管怎样。就是其他的会教你练这3，就是练这3只哦。那如果你爱极光的人直接练极光了吧？就如果你很爱极光，小时不行，怎么办？我超爱极光的，我不想练这3只。OK， 你可以直接练极光。你就直接练极光吧。史蒂夫适合新手吗？当然不适合啊，绝对不适合，因为它有 brain 数跟康克的概念在。它需要帧数跟手感。因为它主要的取血是来自于构式的骗人，然后那只是骗一骗而已哦。然后一些状态技，我什么时候该打出些什么东西，对于这个玩家我要打什么东西，要大量的对战经验之外，我还要能凹到康特，那我brain数还要正。李小龙跟 King 哪个比较适合新手 ？King。李小龙跟 King 哪个比较适合新手 ？King。好，为什么要讲史蒂夫？史蒂夫我也不是很会。你要有这个基础的能力。你看得懂我在干嘛吗？我觉得这个是玩史蒂夫最简单的基础之一。谢谢 follow， 这是史蒂夫最基础的一个能力，确认康特，最基础的。如果你跟我讲说啊没差啦，我打到就是咻咻咻，然后咻咻。你不会是一个好的史蒂夫懂吗？你不会是一个好的史蒂夫。有没有看到？目视能力是基础条件之一耶。然后除了 counter 之外啊，你还要想着什么进购进购真的好烦。然后要想着怎么接他的很难的什么
搬运连段。哎，年纪大了都忘记怎么接了。哎，不是这样子哦。哦，真的，我记得他这个连段真的够难的。哎，不是这样子。哇，就一下打不到。对，是，他也是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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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也有很多梗啊，好比说，可是他那个666也要练欸，他那个666，什么叫666？就钱。哦，他那个钱也要练，哎呦，奇怪耶。哎，我的手真的实在是，这个666要练哦，原因是因为他除了近距离很强大之外哦，他那个远距离都完全不行。史蒂夫天生就是缺点就是手短，可是他的 frame 数很强大。那压完之后，就是可能会什么下中啊、中上啊一些二折，那也有所谓的这种东西，然后闪躲人家的蹲点拳。再来一次哦，艾琳尼亚大西瓜，这个，然后闪躲对方的蹲点拳，然后配合横移，还有一个状态技，或者是一个横移，然后看对方有没有打什么东西进皮卡，就是没有动进什么够，或者呢，打一个东西哦，抢一个 brand， 然后看对方会干嘛，然后横移，然后发现对方有出招，打一个侧身的一些东西。所以你觉得新手适合练史蒂夫吗？你们自己回答哦。适合的打加加，不适合打减减。花郎跟史蒂夫是一样的角色，不要再问。他们都是利用构式骗人哦。然后很强烈的就是一直来，因为他们都是用构式的派生一直来，你会发现他们都是要一直来，懂吗？一直来。那为什么再回归主题？当你回归主题，当你保罗练的不是很好的时候，你的懦夫跟冯威练的异常的好的时候，就是你的冯威跟懦夫练得异常好的时候，请问你具备什么条件？刚刚有在听的观众的人回答我，就是你的懦夫跟你的冯威，冯威练得异常好的时候，你具备哪两个能力？快点跟我讲，拜托回答我，我好想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当你的冯威跟懦夫都练得一样好的时候 ，nice， 哎呀 nice， 听得懂了，太棒了，这样教才有意义哦，这样教就有意义了。你的 Go 跟你的 frame 数是正确的，你才有办法练这两支嘛，是不是？对，帧数跟Go，你这样才有办法练这两支嘛，有没有？浅显易懂，一气贯通。是吧？然后你也很习惯滑步过去，然后滑步，史蒂夫有滑步嘛，对不对？是不是史蒂夫有那个往前滑的概念的感觉？没有，雷欧没有办法搭其他字，雷欧无法。如果你这么爱雷欧，就是直接练雷欧了。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是如果你就是小蛇，我直接设定就是要练雷欧。你就直接练雷欧吧，因为我的意思，我会叫大家练这三支的原因是，
我想让你自己知道你是怎样的玩家。我会叫大家练这3支，最主要是我想让你自己知道，你这个玩家自己知道你是怎样的玩家。那你有能力练哪些角色？就好比说观众里面有个叫 LEK 我们阿修他就爱练什么花郎跟史蒂夫，然后每次线上找我对练，我觉得我没有练到什么东西，他也没有练到东西，他就只是被我打空阵跟雀板他就爆掉了，因为他的构思做不好，连段做不通，然后折不到我，他就爆掉了，偶尔要凹到我 counter， 然后我放水他才有机会赢。那这样有什么意义？你虽然有角色爱，可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属性的玩家，因为现在新手很多，现在新手太多了，那我不希望新手走错路。就是如果新手爱这个游戏，那有些人就是我就是爱卡波拉，结果后面才发现他其实不是卡波拉的料，他可能玩其他角色会更强，可是他就掉在卡波，他的人生就浪费在卡波拉身上了，或者是爱三岛家。才发现就是三岛家这么博大精深，烂游戏，我要去那个 Steam 退款，其实是烂游戏，我不想玩这游戏了，怎么那么烂啊？还要练这么多东西，我要退游戏。就他没想到他去玩个保罗，他快乐一生，就一直乌啊龙啊皮掌，然后打爆角色，懂吗？我不希望就是好不容易就是铁拳界有一些新手。而且这次很多实况组在直播，然后却因为一买了靠北老手好强完全打不赢。然后这个好帅，这个好帅，这怎么那么帅？这个好帅啊！哇，帅！你看这个帅，帅，帅。然后嘞，打不到人，打不死人，自己一直死，妈烂游戏，马上暴怒，你懂吗？这个人就马上暴怒了，烂游戏跑去 Steam 跟那个什么 PS 二手片交流，马上怒退一波，直接大喊说铁拳，铁你妹啦！这没有人在玩的游戏，妈的骗我钱，理解。所以你说。你想练雷欧，那小时候我不想练你那3支。小时候我跟你讲了，我管你是谁，他差的不想理你，我就不想练那3支。你咬我，那你就去练你的雷欧啊，我才不管你嘞，你懂吗？我才不管你嘞，你想练什么你就练啊，因为我希望你变强，我希望你知道自己是怎样的玩家。你才有办法提升你自己。那这3支刚好都很简单，有大招，能折人，能打雀板，什么东西都有，各种摔都有，全部都有。你这3支不练，你还要去练一些阿里阿扎，然后有大雀啊、大风险啊、什么体型限定啊、高难度 combo 的东西，没有必要啊，因为你都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了。你都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的，你还去不小心选了一个，我操！就是我把它练到超强，才发现它的上限就500分。我去练一只 Panda， 才发现它的上限就500分。当初就不要练熊了，出国比赛被打爆，懂吗？我超爱熊的，呀呼！我去练，结果练到台湾极限强。才发现他的极限分数是500分，呀呼，然后被打爆了。随便一个日本玩家，哇，他熊还不错，这家伙熊还不错，雀板都会打，哇，强，然后被打爆，你何必？你何必嘞？观众们何必 ？Why for what？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当然，你可以说我一开始练花郎。天生奇才，全角色最简单真的要讲全角色最简单，投报率好，然后可以弄死人，然后整死人的角色吗？ Oh yeah！ 还有 Thank you follow， 最简单。
那我不要讲他是谁。当然啦、简单的带来就是体型的不变。简单带来的东西就是体型不变，非常的不方便。为什么这么说？ Jack 7.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Get ready for the next battle. 好，来开始讲。他虽然讲。看得到吗？这一招是中段，这招是中段，这是下段，请看一下距离哦。这是下段，中段，中段，上段，下段。你应该懂我在讲什么吧？因为它2折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折了，所以它的移动不要求很好，所以它真的很简单。可是它的上限是几分？它很特别，这支真的很特别，因为它如果你的基本功跟确反能力什么都练到最满的时候，这支有意外性，这支意外性超级白的，它就是距离优势的意外性。然后依照这个玩家的特性哦，可能大家可以再加个50-60分吧。那这一支的上限就是从就那种0分，就很简单，就是一个不会玩的人玩它，可以就是一开始起跳就大概300分吧。杰克哦，3岛家一入门是0分，杰克一入门是300分。我只是用分数来概念你的感觉。蛇爸的 YouTube 网址是多少啊？我觉得请玩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我现在很懒得弄，我也不想就是去查一下，我自己也不知道。干这个有个懒的啦。它攻击距也很长，然后它一样可以打很多雀板，然后它甚至还有 JF 技哦，它一样也有 JF 技。哦，带光哦，很远的那个中段哦，然后无雀板又可以鞭笞。然后一堆压制技、2折技，然后一些什么衰技、微波，它全部它也有。那小神，那你为什么讲说这是它的优势？那它的不变点是什么？它是大型角色，它会被接限定抗攻。哦，连结已删除，妈严重哦。那个应该是查那个 Snake Papa。TW 就蛇爸爸台湾哦 ，YouTube 直接打 Snake Papa TW 哦，就会看到我的 YouTube 哦。对，它会被带很痛的连段之外，它的横移效果也不好，因为它上半身。看一下它上半身，它的横移效果也不好，所以你看全世界最强杰克。全世界最强杰克玩家 ，Saint 哥哥哈，我们的那个傻弟弟哦，我那个傻弟弟 Saint， 这样有点好像攀关系，不是？因为我们是现实朋友，然后他做一些傻事，让我就差点骂过他哦，他被我骂过很多次，然后他把我当哥哥，然后我也送他很多东西，然后他也会回送我一些东西，就他像我的弟弟，我们在讲 Saint 这个弟弟哈。他的前进跟后退步弄得非常好，哦，他的前进跟后退步非常好，然后他就不管横移了，因为他就直接跟你打直线，你懂吗？如果杰克要提高上限的话，是你后退步那些要很好，就是这样，所以 Saint 有办法就是依照杰克的特性发挥到最大，然后可能就打个950分，打个950。
他一样有2折啊，他一样有2折啊。你看我蹲中，哎，敲你3下，舒服。combo 有没有看到？嘿 combo 我也不会接啊，有没有看到？蹲中，蹲中，蹲中，我一看到你蹲了，耶呼！再一次蹲中，哦，蹲中，蹲中，哦，蹲中，蹲中，有看到 low， 或者是 low， 然后一看到你蹲，哟呼，然后接什么 combo 这样子，这样理解吧？就是真正最简单上手是这一支，它一入门大概就有个300分吧，可以打爆很多人。我不知道怎么接，哦，前斜下1，好 combo， 看前斜下1有 combo， 然后也哆瑞咪，然后也有打个50多这样。哦，啊，跑过去前就有抢不认的招，抢不认的招，来抢不认，抢不认，就是你优先动嘛，有没有？我稍微比他快一点点。对啊，这是下段啊 ，low 蹲中流屁 low， 哦，而且还是你先动，有看到？这几折还是你先动啊，懂了吧？还是你先动，有看到？还是就是杰克先动，他 hit 的时候还是杰克先动，这也是啊，杰克先动啊。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上限可以很高，那唯一的缺点是因为它的体系会被接很痛的 combo， 然后被带强也很痛，然后很难横移，懂了吧？它会很难横移，然后它也不需要什么滑步之类的，它就给你前就对，一直前后啊，你空着了呀呼，对不对？前后，哎呀呼，哇，喂嘿，就是这样的角色啊。就是基本功很好的玩家，我这样讲好了，只要就是你听过有名的台湾玩家玩这一支都不会弱，包含我都不会弱，就算我不会接联动，我一样打爆一个人，因为我们有移动啊，我们有回元素观念，那我们知道怎么骗东西，所以它的上限可以拉得很高，然后它又是简单角。好，结案，什么是最简单的角色？结案。那讲到这边，认同的打加加，不认同的打减减。我要回答那个不认同的人问题。认同的打加加，不认同的打减减。你认同我，你就打加加；如果你觉得你不认同我，你就打减减。对吧？合理哦。所以依照这3支，你可以找出你的调性。你跟冯威加那个什么保罗很强，就代表说你没有在压福认数，就是保罗加冯威，就代表你这个人没有在压福认数。稍微弱一点，因为你的懦夫稍弱，所以变成说你保罗跟冯威都练得起来，就代表卡波拉这一种，莉莉这一种，猫女这一种2折强大角的斗士角，你可以练。那如果你想练史蒂夫，加花郎。你就必须把那个什么懦夫跟冯威练强，就是不是练强，就是你的冯威跟你的懦夫要很强，你才有办法练这2支。那如果你是保罗跟冯威很强的，你可以走向猫女、莉莉或者是卡波拉这一种。这样子用角色解析自己是什么调性。之后要选择就是往哪一条路走，有没有很方便？认同打个碎哦，因为
真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反应，因为这有延迟。我一直以来教学，就跟朋友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都会在我对面会有表情，你知道吗？我现在干直播干看不到人表情，好痛苦哦！我像神经病在自言自语啊，林北像个神经病一样的自言自语啊！哦干，你知道吗？如果是旁边认识人看到，我就觉得我像智障啊。好鬼比较特别，他的快打旋风。阿库玛。新手问题啊，如果没有大摇，使用手法要怎么有效的练滑步？所以我才选这3只啊，真的，我才选这3只，因为这3只不需要大摇就可以练了。我连这个都想到了。阿古玛就是下段啊，下段接连段啊。他就是下段接连段，是这样接吗？不是，好，他就是下段一瞬间就有连段，然后是升龙拳啊，就是这样的角色。他是怎样的角色？他就是这样的角色啊！是真的是啊！哇操！是这样的，好，再来一次。因为我第一次玩好鬼，这是我第一次玩好鬼哦。那如果你想看一下好鬼简易教学的话，建议去小林那边哦。建议去小林那边。对嘛？你看嘛，就有人就直接说林北就是2折系，我不想用脑啦。林北他妈是2折系啦，我不想用脑，这就是欢乐拳哦。然后保罗跟杰克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就是直接跟你就冲过去，就是哇，然后干你下的，哇，干你下的，哇。他是这样的角色。好鬼就是下段起始，他就是下段起始，然后什么中段起始，他就是这样的角色。对，没错，就是你会玩快打旋风的，你就知道这个角色就是中段啊，他就是跳。他就是这样的角色，他就是快打旋风的角色。你问我他是被归类为哪一类的角色，没办法归类因为他有这个东西。请问我要怎么归类他？你就是快打旋风玩家嘛？你会玩好鬼，就是代表说你喜欢玩2D game， 因为2D game 的系统就是这样子，像格斗天王那些一样，懂吗？空口有一口，一瞬间中出2亿只，一瞬间就中出2亿只哦，好鬼真的是超快，这男人不行。那这男人不行，其实实际上只有弄26下而已，他还一直说自己有1000下，就直接跳就好了。那个好鬼随意杀就直接跳就好，不用横移啦，就直接跳，就一个后小跳就好了，一个后小跳，他会直接碰到你，你又会在他面前，他就会变空阵状态，然后你就可以打一波大的。我时间也抓得很好哦，就是这3只讲完，然后跟水剑士讲完，水剑士讲完之后，我们的时间刚好就来到12点30分。那要去看小梨台的也可以转台，那要继续听的也可以继续听。那我也来讲一下风间人，我讲一下风间人，风间人特别。对啊，因为2D 的游戏就是只有上跟下而已啊。2D 游戏只有上跟下啊，铁拳比较不一样。有前后上，就是里面深处，然后跟3D 维的跳。铁拳就是比较机车，它有3D 维。你看有上啊，也有下啊，可是我有3D 维啊，怎么样？我这样子就是可以上下段。你一直打直线，我可以横走。
好，我们来讲一下风间人，这个东西没有缺乏，我记得这个东西没有缺乏。哦，所以很多人就是一直出这个、啊，因为我很久没玩铁拳哦，记得这东西好像没缺乏。就算是失败也一样，又回土。然后呢，它虽然一样也有耐路，然后是接一波康头之类的。那它最主要跟三岛家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打被动。三岛家的被动就是只能等空阵，风间人的被动可以打 counter， 恶魔人也可以打 counter， 可是他的 counter 只有2个，凹钩拳 ，counter 凹钩拳跟鬼钟楼后视，恶魔人凹 counter 的有效攻击方式。可是风间人不一样 ，counter， 然后还有什么 counter？ 我记得还有counter， 然后还有什么 counter？ 我记得它有很多 counter 的东西 ，counter， 看那 counter， 然后 combo 之类的。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玩它的，它有点半被动的原因是因为它带的是可以，就是用不认数的距离差打一些 counter 的东西，懂吗？算最速攻。普通风啊，就是普通的风筝拳而已，只是因为我调 counter 而已。那它最速攻状态吼，就是加 brain 啊。它没有的话，就是只是负 brain， 然后不会有。看着，好，来，我先动，然后没缺乏，所以它可以利用这个东西骗人。到底是要唬烂人家呢，还是贴近人？因为他小负而已嘛，没有雀反，那我可以蹲啊，那我又是贴近你的状态，我可以打一些就是很奇怪的2折这样子，懂吗？所以风间人比较特别，这样听懂吼？我只是光用这2点，我就可以把它跟三岛家做区分。所以我不会说它是正规的三岛家，因为正规的三岛家失败要被揍，然后我这个失败是刻意的，我这个失败的东西是刻意的，我刻意就是要近身你打一些东西。看哇，康特还有连段呢，看哇，康特有连段呢，所以它有点带一点小被动，哎呀失败，哎呀哎你要出招嘞，哎呀呼，然后或者是啊呜要在哪里，哎呀呼之类这样的东西，哦。他有点带那种布莱恩的风格，我就是要跟你凹 counter， 我就算不跟你打空阵那些，我一样可以靠 counter 打爆你这个角色。可是你不可能叫恶魔人一直在那边这样什么鬼钟楼啦，一直在那边这样子吧？各位观众理解的打个加加哈，就是你稍微懂一点点为什么风间人跟恶魔人不同的地方。它一样可以封神步啊，它一样有耐路啊，它一样有最速攻啊，它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它有点半被动，完全不一样。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很多东西可以凹抗，什么东西啊这个？妈的，是可以凹抗特。换你老师，我操你老师！你最好是看那个18腿碎打到人可以接 combo 的，18腿碎打到人不能接 combo 啊，你懂了吧？哇，下到康特可以 combo， 我操 ，nice， 大概就是这样吼，稍微讲一下风间人，他比较稍微不一样。那你们现在要听怎样的教学？就是诺夫比较深入的，还是好我这样讲好了，因为都要讲这3只嘛。想听保罗的讲保罗，就是打保罗；想听诺夫的就讲诺夫；想听冯威的就打冯威哦。然后等一下我再回来统计，我先去上个厕所，抽个烟，马上回来
然后你们就打一下，就是这3只你们要听谁啊，我就讲哪一只，越多的那一只我就先讲那一只，因为还是以观众取向为主。好 ，Thank you, follow, amigo， 这样可以吗？我想要有点系统性的系统性的教学。啊，我先去抽烟。Hello, I am back. Thank you, follow. 我看一下后，冯威有3个，懦夫有1、2、3、4、5、6。哦，懦夫赢哦。好，那我们讲懦夫。Sergei Dragunov. Martial Law. 那我先无限强力来讲他。懦夫想练的好，那我一样不讲 frame 数哦，这是我的新手教学，绝对不跟你讲 frame 数，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会疯掉。哦，你会疯掉。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懦夫啊，先从哪里下手？好，懦夫。什么都先不要练，你就算连手把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这个。这一定要练，下前斜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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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我的摇杆不会归位哦，所以它会一直扳住下，因为我的摇杆已经不会归位了，所以你的指令只要看到这一段就好了，下前斜下。然后呢，它的下前斜下可以做哪些事情呢？好，我们来讲这么远的东西，哈。对方一个空震，你正好在滑的时候看到对方一个上段空震，哦，他做了一件事情，空震啊 ，combo， 哦 ，combo， 好，再来，对方挡住，或者是被摸到一下，因为你滑过去，对方没有空震嘛，近距离，啊，近距离。counter 还是有这种效果，那个鸡巴，那叫我鸡巴，他还可以接康博哪一招啊？哦，然后滑过去，安全，中断，后援，中断，对方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对方什么事情都没做，对方什么事情都没做。哦，请把这3个节奏抓好。哦，对方空震。有没有很舒服？突然觉得甘懦夫好舒服哦，好舒服，近距离安全，近距离安全，近距离安全。为什么会说安全？因为最快的招是什么？最快招是什么？请跟我讲这是什么东西？来，各位用打字的，跟我有点互动。最快的东西，近距离最快的东西是什么？近距离最快的东西是什么？Nice，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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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对 LP 闪上段，有没有看到？打到人家闪上段啊，这个就是舒服。然后因为其实 LP hit， 你会发现你会稍微先动一点点，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做这样的二折，对方挡住会乱动就 counter， 所以你会一直来，因为他会害怕二发木。哦，他会害怕二发木。他会害怕二发木。好，再来讲另外一个东西。然后他会害怕二发木，他会蹲。呀呼！然后我的前斜加一踢，他妈干爆你！我的前下一干爆你，蹲点拳更好，林北就给你 counter， 懂了吧？我把 counter 打开哦，真的，整个就是舒服啊，诺夫还不够舒服吗？哦 ，counter 就蹲点拳，一定反其他队刚刚歪掉哦，连吸的，对他上段哦，我操，对方跟你拼拳，还舒服 ，nice。很多人不是喜欢那种被摸到就下点拳，那个下点拳，你拼啊！来，你拼，好，你拼47耶，几乎是一个下段 combo。然后再来讲，对方被你一直摸，等一下，这还是要先关掉哦。一直摸，对方被你一直摸，站立防御，好，对方一直这样子，然后他会怕嘛，对不对？他会怕，对不对？下一次滑过去，发现对方都一直这样子，这时候你就要跟他说：“先生，你皮鞋脏。”先生，你的皮鞋脏。然后你会发现，诺夫还是黏着人，然后你还可以选择蹲状态，然后这时候不用滑，起身衣。Hello。安妞，声音，然后又开始这样子，然后这样跳皮鞋，这样理解了哦。稍微你们对诺夫这个角色有点理解，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东西。你只要会这个，你就会衍生出很多东西，真的是衍生出，只是这几招这样子而已哦。你可以衍生出这个东西。衍生出这个东西，然后衍生出这个东西，而且重点是，它不用像构式角色一样，一直出招黏着人，它本身就会一直黏着人。你会发现，它本身就会一直黏着你。那你说小蛇，不可能每个人都这样乖乖的一直给你打啊。首先 hit 是正的嘛，就是你这样是正的，他想晒你这个东西的跳踢，他会担心你这个，来，他想晒，空，nice， 再看一次哦 ，nice， 感谢你的，nice， 懂了。不能用赛挑剔的方式来做这个决定，很呆呀、懂吗？好比说擦皮鞋，他要赛挑剔，这个也是中段，你又被点掉了，或者是它是属于就是可能会稍微会一点逼的，因为这个就是小正嘛，就是加一点点 frame 数，那对方可能会选择退，那你发现我这招被破解。我的起身衣被破解，就是我的擦皮鞋丸，起身衣的招被破解了。咖喱贡，你又起身4啊，然后这时候来哦，跳跃嘛，对不对？跳跃，他要后，然后跟你赛跳低，他要后赛你跳低，他要后赛你跳低。nice combo， 一样是 combo，
他要后，再来一次，后，哎，不要这样，后，哎，盖林老师，后，赛里跳踢一样可以 combo， 懂吗？这个东西，哎呀，我的摇杆不会自重，这个东西一样可以拿来接 combo。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回来，稍微小复习一下：滑步起身1，空胜起身2，太远想安全起身4。那你说，哎，小蛇，这样不行啦！你一直这样子，一直出这个东西滑过去，只出这个东西，对方就一直站着，死站着。我这样子就变成说，他会看我这个东西，因为被打久，他会看我这个东西，要怎么办？那我阿里贡滑步过去，你推出前斜下也可以，这是近距离哦，这是近距离，然后踢到人之后还是这个啊，哎，老板没有这样打铁拳的啦，哎，对，莫夫就他妈是这样打铁拳，有没有？然后你说太远了，耶，耶。然后一样是起身招，咦嘿，然后又来了，哎，老板不要这样打铁拳啊，对面真的会被你弄到，就是哎，你可以不要这样打铁拳吗？有没有看到？又来了，这样子诺夫结束了，诺夫教完了，请问小陈，你刚刚教了什么东西很难的吗？来，有很难的吗？如果你觉得很简单，这样教学很简单，打个加加给我看哦。诺夫结束嘞，诺夫教完嘞，诺夫教完了，有没有觉得很可怕？诺夫教完了，很浅显易懂吧？我没有跟你说你一定要什么弯对，然后一定要什么配什么后双手，都没有，我就他妈的只教你这个而已。因为对方最后一定会就是做一些空身或移动失败的东西，被你打一个血板。然后那当然你会玩保罗那些的时候，你觉得啊不行的啊大下段，哦，你觉得因为你有练到保罗嘛，那你就会开始就是你自己会配一些大下段，然后你可能就是凹一些中段招，哦，像风拳一样的中段招，有没有很合理？全部搭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有练保罗，你知道什么时间该放下段。什么时候要放上段，或什么时候放中段，你自己都知道。那你也知道，就是保罗哪些可以打血板，或者诺夫可以打什么血板，你自己都知道。有很难吗？没有，完全都不难。因为什么后面要再进阶一点的东西，就是你个人自己去提升诺夫了，懂吗？你自己去提升诺夫了，懂吗？剩下就是你自己要去提升诺夫了，因为我觉得光是这样子的，就是派生，这种风格，大概就是目前所有2郎以下的玩家都会被打爆，就是什么线上版那种，可能 PC 版的2郎以下全部被打爆，那可能家用版只要不连到日韩，所有的亚洲除了日韩，2郎以下都会被打爆，就是这样子而已，老师嘞。光靠这样子就可以打爆一堆人哦，懂吗？然后下次到挡住想拼拳 ，counter， 就是这样子。你对诺夫越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生命线真的很恶质，有没有？好，那我们回到红威，哒哒哒，因为连端那些你们自己摸就好了。好不好？就诺夫讲完了，有没有觉得就是我讲布莱恩、三岛家讲有够多的啦？因为那是给就是我想要从很新的，然后变得非常深、非常强，我要变成强者啊，那种东西是讲给就是我的目标设得很远大的。可是这个只是水剑士嘛，就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你要怎么压 range， 怎么配招，怎么配中下小2折。中下小2折，然后这时候来我们来讲
啊，要选一个适当的角色。Heihachi Mishima. 我也没叫你练什么管垒666管垒零距离管垒球，我都没有叫你练，不需要。可以享受帮助。有人就说诺夫就是要练666啊，不用好吗？光是一个滑步就打爆那一大堆人。好，这时候又开始了。小蛇，请问红卫要怎么玩？滑步起身移。他也有2发步，而且是中段。然后他想凹招耳第3下康的。你听到这段你有笑的，你打个加加好不好？就是你刚刚听到我讲这一段，你有笑的，请你打个加加。然后他一样有起身式，一样有起身式。他一样也有这种就是小下段，然后他也有远距离下，就是这个东西。他一样有这个东西啊，然后他一样也有空正的浮空，左脚浮空啊，你就是小泽再重讲一次，请认真。远距离中段，有没有？一样是中段，然后对方会怕2发木，好。再讲对方空正，我一样有起身器可以补空，然后那还有安全的远距离的这个，甚至于这个都可以，就看你对朋友了解。那我们来讲它跟诺夫相似的地方，要先讲它跟诺夫相似的地方哦。首先一样是这个嘛，对不对？一样有这个，一样有这个。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联系，它一样有前斜下移，有没有呢？那对方会想要一直站着，还有下士，而下士有风险，下士有风险，请记得这个都是拿来收尾用的。那我推荐的是什么？下2。有没有看到又闪上段了？林北就是要闪上段，跟擦皮鞋一样。老师，这是帮你穿鞋子。我不帮你擦皮鞋，我帮你穿鞋子。有没有觉得它跟诺夫很像？一样是这种东西，一样是这种东西。它一样，你说远距离我想打下段，它有啊，它有。然后这时候开始讲到一些东西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你一样就是用这种方式去2折。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渐渐的这些方式没有用的时候，你看它一样蹲中有这个东西，好比说我拍完蹲中前斜下移下段，然后再跟你讲一下它特别的地方。nice， 然后 nice， 干你娘嘞！它这2个连系都可以 counter 啦，就嘿 counter， 看着哦。combo counter combo 有没有？你开始需要一些目视的东西了。它进阶开始要一些目视的东西了。nice， 然后或者是没有瘦身，nice， 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觉得它这个滑步前斜下移开始有威压性了？你敢跟我凹招？林北就请你吃一套，你敢凹招，林北请你吃一套，有没有？某层面讲，你会觉得说，那他这样子比诺夫还2指没有，他其实不是，那是因为他刚好有这种抗衡属性。那其实2指的程度是一样，然后再来讲另外一件事情。讲另外一件事情，好比说，然后对方就会可能就是出一些状态，或者是比较特殊的凹招方式的时候，下段抗衡，然后你一闪招，就好比说你一闪招，你开始会有一些构式嘛，你一闪招，对方空正，
对方会想说嘿空阵，这有点像后坠速风的感觉，可是它只是一个 go。然后你开始就会习惯说啊，对方没有空阵，对方开始没有空阵，或者是我讲一些直接快招。滑步，滑步，雷迪老师，滑步。然后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哦，因为我是用电脑版玩，那我的摇杆比较叽歪一点，所以它没有那个可以设定就是角色的那个功能。冯威的前双脚，前双脚这个状态中。对方有出拳头，他会自己招架2下到3下完之后做一个反击。这个前双脚，那前双脚还能干嘛？一样可以 combo。你会发现就是开始你会有一些够的东西，你渐渐就是玩冯威要有一些够的东西。目前看得懂的打个加加就是小舌头好像有点混乱的，你可以从哪里开始再讲一遍吗？有点混乱，有点混乱了。它跟懦夫到底有哪里像？你目前听得懂就打个加加，听不懂可以打个减减，可以为你服务哦。你会发现 counter， 然后。counter 可以 combo， 然后可以 combo， 你会发现他的滑过去的几乎所有招都可以就是 counter 接 combo。有没有觉得好像冯威比洛夫还强？有这种感觉的人打1-1有你觉得好像冯威比诺夫还要强，打1-2-3-4的1，你目前看到这样的感觉，那这样不是他比较强吗？滑步踩，滑步乘以大下段，因为构思这种东西就是你要一个一个补。我讲说它有什么好用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它是偏心理战。你看像这样，我只是点拳，哇，怎么用那个东西了？他到底怎么直接转飞过我都忘记了。看他好多东西，nice，像这个2郎腿很好用他打后面，他几乎是日本名玩家1-5的生命线滑步1-2-3，你叫目视 counter 就是你觉得他刚好平招，3下打完55滴，然后滑步对方 counter，滑步对方 counter， 请问101是什么东西啊？请问101是什么？OK 你看好比说点拳后要 AK。对方说：“背向有机会，你知道吗？背向这个 LP 发生10伏 counter， 有呢，nice， 又54滴啊，老板，这是什么奇怪的角色？或者是对方蹲下来，我好怕你刚刚上段那个东西，心理战。你发现构式的心理战，他怕你的上段，他会蹲，哇，好。”他都会怕蹲的，对不对？就是怕那个你背向那个敲，他会怕你背向这个敲，他会怕你背向这个敲，也一开始怕戳瞎，一开始，然后现在怕你的那个敲，那他就会怕，然后你就可以出这个东西。摇杆不要这样子，小蛇你好可怜这么大的摇杆你用到什么时候？73。有没有觉得很舒服？就是它可以做到好多事情又可以 counter， 又可以舒服，
然后又可以跑过去，哎呦呦呀呼！你空阵我就送你一套，哦，就是一套。然后你不出招呀呼！我抢你不认输，呜呼！你一死站着，然后整个替你下断。宏伟讲完了，有很难吗？请问有很难吗？你只是在平常的攻防中加一些你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它的够就是这么简单，3个，然后它的3个够就是前双手，前双脚，后双脚，前双脚，后双脚，然后跟后3次，没有了，没有了，你可能没有看到开场哦。今天要教的东西是如何利用，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要练什么角色，就是小蛇，我自己本身没有特别想练的角色，那我也怕我自己练错角色，那我要怎么练这个游戏？我是个新手，那我建议你先玩保罗，再玩诺夫，再玩冯威。然后当你这3次都打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是打1-2个礼拜，你就会发现我保罗打的比较好，我是2折型玩家，我诺夫玩的比较好，我是帧数不认数玩家，我冯威玩的比较好，我是属于够心理战玩家，我是比较偏心理的，然后又还是带有基础不认数，不会让你乱打，懂吗？相辅相成。然后这时候衍生出，然后2折系玩家可以玩怎样的角色？不认数玩家可以玩怎样的角色？够式玩家可以玩怎样的角色？因为你够不是乱出的，因为你还是有加一些不认数心态在里面。因为诺夫引导你做出这件事情，然后你的2折是来自于保罗给你的概念。那你会说，那我保罗跟诺夫都玩得很好，怎么办？那就代表说你的2折跟不认数很好，你可以打一些强力2折系的角色。那我冯威跟诺夫玩得很好，那你就可以玩史蒂夫加花郎，因为你都有办法压在不认数以内，不会乱出招，不会因为耍帅乱出招而死掉。那你的2折系玩得很好，加冯威玩得很好，你可以玩卡波拉、莉莉这一种，你懂了吧？有够，有强力2折，又不需要太强大的不认数支撑你。今天我讲的主题是这个，你可能是后面进来不知道，那我今天要讲的是这样的东西。对，我今天要讲是这样的东西。那最开头小蛇最开头他有说一句话，他这辈子玩的唯一的女性角色不在这款游戏里面。小蛇这辈子唯一玩的女性角色不在这款游戏里面，所以我不会教女性角色，因为我想教，我也没有办法教。理解了齁。然后你说，你好弱哦，那么弱，跟你讲，你叫 JDCR 来讲小雨，他也说不出来。你叫 Saint 来讲什么卡特莲娜，他也讲不出来，懂吗？全世界只有2个玩家可以做到这件事，全世界只有最强的2个玩家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一个是 KNE， 他整天就他妈的打动位战，我每只角色我都练，我每只我都会一点，就是我留，就像小蛇刚讲那些东西，他可以很简单的抓住这些角色该做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Nobi， 只有这2个人可以做，我敢讲，只有他们2个可以用就是这种方式教。没有办法，我完全都有办法连贯，然后像小蛇一样讲一整套，只有他们2个，其他人没有办法。好，所以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完了。还有没有人其他什么问题的？因为这2只讲完了，还有保罗好，保罗讲保罗。2折系，2折系到底要讲什么？2折系当然是讲2折啦。
ready for the next battle. 然后你们就会觉得说，应该一开始就讲保罗，因为更欢乐。那保罗要练什么？请问有人看到这一段又笑的？有看到这段人笑的哦，帮我打个加加好不好？我想知道你们的反应。有没有人看到这段又笑的？哦，保罗一开始一样是练这个，然后滑步，看到对方空震，哦不对，看到对方空震，风拳，滑过去就滑过去就滑过去，就这样滑过去风拳，好，看到对方空震，滑过去风拳，然后你想安全，滑过去起身右脚。滑过去，起身右脚，一样，然后呢，他一样可以，然后呢，然后李奇峰闪上段，然后这个是小哦，小小的 minus， 然后他没有联系，因为他不压 frame 数，所以你不要希望听到这种我想听一下保罗压 frame 数，他没有，他就是。好了，教完了。你又笑的，打个加加。如果你又笑了，你打个加加。干你老师的保罗，就这样。好，滑步下段。好，滑步下段。好。他可以讲很深啊。可是我要跟你讲，就是你是一个二折系玩家，你就是一个二折系玩家。请问二折系玩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二折，就是练二折。我现在就是跟你这样啦，不是这个，没有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哈，没有跟你这样子，会死的，啊，就是这样子。我也不要，好，我现在是个新手保罗。请模仿我的新手保罗。啊，干好可怕哦，好可怕啊！你风声哦，然后赶快追过去。然后不要打我。然后你风声哦。好可怕，好可怕！两边都不敢动了，哎呦喂，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走开。好了，教完了。保罗教完了，二折系。然后呢就说小蛇你这样有点夸张哎，保罗教完了，你是新手啊，你还要干嘛？先生、小姐，你是新手，你还奢侈我教你什么？啊，你要教一些很难的东西呀、啊，快点，你要教一些很难的。你是新手，我教你那些很难的东西要干嘛啦？啊，你是一个新手，请问我要教一些很难的东西给你干嘛？没有意义啊，懂吗？92，哦，妈妈，92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的布莱恩挑拨，哦，要接得很极限，才93呢。哦。康波，小石，保罗康波怎么接？康波，小石康波怎么接？康波，保罗教完了，一气呵成。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应该先讲保罗，因为他比较欢乐。你老师了。然后你会说，保罗如果这样子就能打死人的话，干铁拳真的烂游戏。事实上就是这样子，他真的可以这样打死很多人，很多新手会非常被玩死。然后渐渐的，你就会发现，我可能就是要一些手段来让自己的二折变更强。这时候你自己会去钻研保罗，
你会开始钻研它，我要怎么样就是打得更折一点，然后你又转换懦夫啊，看原来懦夫刚刚那些东西可以套用到保罗身上，哦，保罗那些东西可以套用到懦夫身上，然后小石说要记得要练一下冯威，好玩一下冯威好了，我看那个 Go 啊弄啊，原来冯威这些东西可以套用到保罗身上，啊保罗的东西可以套用到冯威身上，冯威的东西又可以套用到他身上，原因是什么？来，不要说没有，我直接跟你们讲说，这3只都有办法。你说小时候你胡烂呐，冯威有些事情，那个绝对不可能做到。那个保罗跟那个冯威能做到的，保罗跟懦夫绝对做不到。马上跟你们讲，一样啦。如果你们等下认同我的，哦，就拜托follow我。然后冯威有一招很特别。这个东西，它不需要 BD， 它在小福刃，就好比说我被点拳点到的时候，或一些中段打到的东西的时候，我会出这个，凹这个。投资报酬率有没有很高？请直接跟我说，投资报酬率高不高？投资报酬率超高，我闪掉我闪掉了。然后你说不可能，冯威只有冯威有。你跟我讲说保罗有这种东西，小蛇，你再胡乱我，看你这个人真的是乱讲话，你铁拳都乱讲的。你打20年铁拳，结果你教我教这个，怎么可能保罗有？怎么可能保罗会有？你普连数都负了，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你胡乱人啊，小蛇！哪有投报率这么高的东西？什么往后闪，妈的！其实你刚刚你看到，就是有。因为这3只真的是环环相扣，铁拳打久真的会觉得他们3个是环环相扣。哦，小布利，哦妈妈，好，懦夫。Welcome to the King of Iron, Sergei Dragunov. Sergei Dragunov. 随便选个场地就好，只是为了展示啊。好，如果你真的超级认同我，拜托 follow 我，因为以后我会讲一些更深、更好笑、更有趣的东西。我会把我铁拳生涯所学到所有的东西都教给你们，然后靠你们传承的。哦，你小不利。哦，小蛇小不利，小蛇小不利，有没有？有没有？有的话打个有哦，有没有？有没有很像？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点，我看冯威这时候可以凹这个东西，那懦夫要凹什么？保罗那一瞬间可以凹的东西，那懦夫要凹什么？有没有？请问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很认同我？有没有突然觉得，看小蛇你好恶心哦！你怎么可以讲出这种奇葩的东西？你怎么可以？为什么你可以？因为这是你对铁拳的理解力问题。这种东西不会背叛你啊！你看，就是好比说，小蛇你一开始玩怎样的角色？真的就是前天有个人哦，他用 FB 的 message 问我这个问题哦，昨天好像跟警官讲，蛇大大。请问，我是一个新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当初第一次练的角色是什么？我说你问我这个问题不太对，那你建议我玩什么？就懦夫啊、保罗啊、冯威3只轮流玩玩看。啊，所以你一开始就玩这3只哦？我就跟他说没有，一开始只有保罗。为什么只有保罗？因为我说我从铁拳1开始玩。那时候并没有冯威跟懦夫，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懂了吧？这种东西就是你一直累积经验，然后他不会背叛你，就是经验会告诉你，这时候我该不该凹。
那我玩这只角色，它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可以凹？也就是说，你这3只越熟，你有很多只角色可以玩你懂吗？这3只你越熟，你就有越多角色可以玩，你就不会只是一个我只会打几只的角色的玩家。我不会骗你，你越熟你就有越多角色可以玩真的我没有骗你。好比说起弓跳背，然后什么东西，你会有越来越多经验，就是从这3只得来的经验之后我的小宇宙要爆炸啦那种感觉。我的小宇宙来了，我感受到我的小宇宙，哇！天马流星拳，就是那种感觉。灵光一现，你的天灵盖就有一道金光出来了。你的天灵盖突然有道金光就爆出来了，然后你突然领悟了一些东西，你就变好强真的，大部分的铁拳玩家都是这样上来。你们不要在那边笑，告别。我现在不用说。不用问你们，我知道你们在笑。什么天灵光，什么天马流星拳，就是这样子。今天的讲座讲完了，有没有觉得值得？熬夜听这个东西值得。没有人理我好可怜这实况组好可怜，没有什么观众看，然后也没有人要理他，没有朋友。笨我之前为什么要这样打铁拳？有没有人这样觉得？原来我在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不是说没有意义，你没有方向，你也不知道怎么练，那你没有一个喜欢的角色，然后大家都在打铁拳，然后每个人就哇，看林老师，你看这个他打一个什么东西，哇，那种东西，你觉得这游戏好棒这游戏真的好棒，怎么可以这么棒？画面这么好，然后设定这么多。然后一大堆微博然后干好多微妙的角色，恶魔干什么三岛家，然后看起来都很帅。然后看这个军人，看这个军人，看强暴人是吧？因为新手很多。那以前我这个人，我真的很后悔，我做过以前一些事情，就是我扼杀幼苗，我不想理他，就我自己知道就好了。我不像那种日韩就是你知道宁为什么我很喜欢他吗？因为他一路把那个铁拳的大韩国时代带起来，他教了太多名玩家了，像什么 JD 啊、Saint 还有逆啊，那个膝盖都是他的徒弟。然后他教了很多名玩家出来，然后不管他现在强不强，可是他留下来的资产。遗产会经由这些玩家一直传承下去，不管他们还会不会是朋友，还会不会是兄弟，可他们会经由这些东西一直传承下去。然后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因为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继续打铁拳。那我希望就是新手留下来，然后变成强大玩家。哪一天那个玩家在台湾拿到了冠军，然后去日韩打比赛，得到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他会说：当初我打铁拳，知道吗？我是看小时候的实况我有一个方向，我就是从这边出发的我如果听到我会很开心我只能这样讲，懂吗？我一定会很开心。就是我虽然不是很强的玩家，就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一个很强的玩家，可是我可以引导一些新进的新手，然后做到一些就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我们在铁拳的路上都是那种你摸我摸你这个好像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以前网络不发达，没有 frame 表可以看，什么都不懂，就土法炼钢两个人在那边摸来摸去两个人摸来摸去。好比说我的师傅是 K8 K8， 我的师傅是 K8， 那 K8 的师傅不知道是谁然后小洛大大的师傅是陈泰，然后每个人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就是一直往下教，然后大家互相学习。然后累积的很慢，然后慢慢的要花20年才有这些东西教你们，有没有觉得很悲惨？结果呢，今天一讲大家去分享一下就好了。我想做的东西是这个要不然我现在那么弱，我还出来打什么铁拳？我比较想打斗圣特工我去，好歹人家也是大师呢，
我其实大师哦，不要这样子，而且我是 main Genji 的，我喜欢 Genji 哦。好，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那有问题的可以留下来问我哦。那要转台的可以转台了。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问题的？打那点点点是什么意思啦？这么瞧不起我？怎么会这样呢？人家只是有点就是感慨嘛，对不对？不会，谢谢观众哦，有观众才有动力啊，对，要不然跟空气讲话也很痛。OK， 我要斯密纳塞，要睡的要可以睡了哦。不会，谢谢你们哦。然后你们不要就是看过就算，请记得不要看过就算啊。昨天听了好多哦，然后我现在干嘛？赶快玩林小雨啊！赶快阿丽莎，赶快莉莉呀！你必须让自己了解到我到底适合什么，才有办法玩这个游